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魂族的人灰溜溜的离开后，萧炎扫视一圈，却没有看到小医仙他们的身影。通玄长老告诉萧炎，在他们进入天幕3个月后，小医仙等人就急匆匆的离开了。他们让通玄长老转告萧炎，出来之后速回星陨阁。萧炎眉头一皱，看向薰儿，星陨阁怕是出了些事。他问薰儿，这次要跟自己一起出去吗？薰儿刚想点头，通玄长老连忙说他不能离开古界。灵族所属的灵界突然关闭，古族的一些长老前去探查，但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就好像灵界被彻底隐藏了一般。灵族这些年虽然有些没落，但毕竟底蕴雄厚，若真是人为将他们逼成这样，古族也必须多加防范。所以这段时间薰儿不能离开古界。萧炎也劝薰儿，毕竟古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深夜，萧炎有些惆怅，和薰儿朝夕相处了3年，明日又要再度离开，也不知道下次何时再见。看着薰儿布满笑容的脸颊，萧炎迟疑了一下，有件事他还是要和薰儿坦白。薰儿脸颊靠着萧炎的胸膛，轻声问：“是彩铃的事？”萧炎身体一僵，他没想到薰儿竟然知道这件事。以薰儿在古族中的身份，总会有些人主动将跟萧炎有关的情报送到他这里。萧炎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以薰儿的身份，能拥有她已经是最大的奢侈，若是还想贪心其人之福，简直是过分了。看萧炎笨手笨嘴的样子，薰儿说当初他也有些气不过，但却无法因此忘记萧炎。既然不想忘，总归是要忍受的。不过这件事也不能太便宜他了。说罢，薰儿张开小嘴，狠狠咬在萧炎的胸膛上。萧炎嘴角忍不住哆嗦了几下，但却不敢动弹。薰儿松开小嘴，故作恶狠狠的样子。萧炎望着他格外娇俏的脸，心头涌上一抹火热，猛地低头将薰儿的小嘴狠狠地堵了起来。薰儿略微挣扎了一下，但在萧炎的攻势下也有些情动。两人的身影在月光的倾洒下，仿佛要彻底融在一起。等他们分开时，萧炎小腹处升起些许邪火。就在他准备进攻下一步时，一道轻咳声响起。萧炎和薰儿触电般分开，看到古元正站在不远处，薰儿脸颊通红，狠狠扭了一把萧炎，就躲进了房中。萧炎苦笑一声，硬着头皮有些尴尬地看向古元。古元叹息一声，他能感应到萧炎体内的血脉之力。萧玄宁愿将自己变成那般模样，也要给萧族保留最后的火种，是真的很不容易。萧炎问古元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解脱吗？天幕据说是很久以前一位斗帝强者所创，想要打破那里的规则，让萧玄解脱，或许也要达到那种层次。萧炎苦笑一声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斗帝存在吗？古元沉默半晌，到了那个层次，就如同神灵一般俯视着这片大陆，任何人在他们眼中恐怕都是蝼蚁般的存在。萧炎眼睛一眯，不知道古元这话是何意，所谓的他们是虚幻所指，还是真的指什么存在？古元告诉萧炎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古族那些长老不会继续太过为难他。不过因为灵族的事，薰儿短时间内不能离开古界。萧炎问古元，觉得这次灵界之变是人为还是天灾？古元还不太清楚，但他觉得人为的几率很小，想要将灵族逼到这一步，即便是古族也很难办到。萧炎想起萧玄说过的话，问他如果是魂族呢？古元摇摇头，魂族如果想将灵族逼到这种地步，必然要兴师动众，那样的话古族不可能收不到风声。古元让萧炎不用想太多，这些事和他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他看了一眼厨房，让萧炎不要忘记答应自己的事。想到刚刚被打断的事，萧炎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。等古元消失后，萧炎咂了咂嘴，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另一天，萧炎正准备和薰儿说些告别之话，药族的药心急踏空而来，给了一张药族的祖典请帖。看萧炎皱起眉头，他说：“你的老师药尘会需要他的，不管药尘是否对药族有所怨言，他一定会来的。”萧炎接过玉简，拱了拱手，说了声多谢。和薰儿告别后，萧炎就踏上了离开古界的战船。萧炎赶回星陨阁后，药老看着他十分满意。短短半年的时间，从5星斗尊到8星斗尊，看来收获不小。药老告诉萧炎，在他进入天幕后不久，星陨阁接到了一些情报，便赶紧让小医仙他们回来，赶去加玛帝国。这熟悉的名字让萧炎脸色巨变，难道炎盟出事了？
药老缓缓点头，应该说西北大陆都出事了。西北大陆那边一直处于各种势力纷争的局面。1年前，一个名为市民宗的宗派开始大肆征伐，并且无人能敌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西北大陆将近一半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。市民宗的实力原本只能在西北大陆排进前10，但这一次却突飞猛涨，多了不少实力强悍的神秘强者。萧炎一下就想到了魂殿。据传回来的情报说，魂殿在西北大陆挑起战争，市民宗所到之处，不服者便是彻底屠宗灭国。事后，魂殿便大肆搜集灵魂体。萧炎心头有些凝重，虽然不知道魂殿究竟想干什么，但可以肯定，他们必然是在酝酿一个天大的阴谋。联盟在萧炎离开的这些年中，经过美杜莎等人的发展，已经是西北大陆足以排进前3的强大联盟势力。如果不是有魂殿的出现，市民宗完全不是联盟的对手。在前几个月，联盟的势力范围就大幅度缩水。小一仙他们知道后，就带着星陨阁的一些强者赶往了加玛帝国，青灵也随着他们去了，因为天蛇府的下场同样不太好。萧炎握紧拳头，联盟中有美杜莎、他的大哥、二哥以及所有族人，看来他也要回去一趟了。药老并不意外萧炎的决定，他会派一些5星斗尊以上的长老跟他一起去。至于他自己，还是得坐镇星陨阁，以防魂殿偷袭。药老让萧炎好好休息一下，飞回去的时间太长，等他构建好星陨阁和西北大陆的虫洞就快了。上次小一仙他们就是用的药老临时构建的虫洞，之后药老便在准备稳固性的空间虫洞。若是构建成功，日后等萧炎掌管星陨阁，便能让星陨阁和炎盟彻底联合。萧炎掏出药族的请帖转交给药老，听到药典2字，药老手掌顿时一抖，好半晌后才颤抖着接过请帖收入纳戒中。虽然药老表面并没有什么波动，但萧炎能感觉到他的心中并不平静。药老并没有解释所谓的要点，而是再次让萧炎去好好休息一下。萧炎接下来的日子变得清闲了许多，偶尔还会现身指点一下星陨阁的弟子。这日，一堆身着劲装的少女凑在一起，一名身着淡红色衣衫的女孩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远处的萧炎。女孩名叫幽泉，是星陨阁这一代年轻一辈中天赋最优秀的人。当时测试时，连药老都被惊动了。幽泉和星陨阁其他女弟子一样，都十分心水萧炎这个少阁主，所以在其他人的怂恿下，她打着寻求指点的借口来到萧炎面前。萧炎在药老那里听说过他，一个不足17岁的斗王，若不是药老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招收弟子，说不定他还会成为自己的小师妹。萧炎指点过后，越发惊叹他的天赋。他迟疑着问幽泉有没有兴趣做自己的弟子。幽泉对萧炎有着不一样的心思，但又不想拒绝这个能和他亲近的身份。他皱着小脸问萧炎做记名弟子行不行？这样的话，等以后他的实力强大了，就没有什么伦理道德这些约束力。萧炎刚收下幽泉这个记名弟子，还没来得及好好教导，空间虫洞就构建成功了。他告诉幽泉，过几日自己会离开一段时间，让他去找师祖，他会教导好他的。空间虫洞已经构建好了，只是还需要几日来稳定。正好趁着这个时候，药老要帮萧炎找一些其他的帮手，他准备广邀达到斗尊层次的强者。至于报酬，则是每人3颗8品丹药。至于是几色丹雷的丹药，就看各自的实力和贡献来论。药老的大手笔让新界变得十分热闹，3枚8品丹药的吸引力让中州不少散修强者都赶了过来。药老亲自挑选了20位强者，这些人每一个都在3星斗尊以上，甚至有3人达到了8星斗尊的层次，仅仅只比萧炎弱上1线。而且这3人是从出生就在一起修炼的兄弟，多年来他们如同连体婴一般，因此3人间的默契极高，联手的话实力不弱于9星斗尊强者。萧炎这一次几乎带走了星陨阁1半左右的力量，这等阵容放眼中州也是相当强悍的存在。药老袖袍一挥，一股淡淡的吸力从空间虫洞中传来。萧炎深吸一口气，率先飞进虫洞。加玛帝国，大哥、二哥、彩铃，我又回来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